印刷行业是夕阳行业，你赞同吗？书本是不会被淘汰的。大概2000年的时候，对印刷机来说是一个booming来的。改变主要是因为科技了，打开一个电脑，打开一个电话，资料都跑出来，而且是即时的。不少人认为印刷是一个低技术的东西，其实印刷是很高科技的东西。以前印刷行业是需要很多老师傅，现在很多这种东西呢，都已经被这种高科技去取代了。你信要信，可是有时候真的要敢去。站在门口，你不踏进去，还是站在门口啊？你想过有50%的去滑进去？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呢有没有这样的回忆？每个星期最期待的呢，不是考试，也不是放学，而是翻开3人画报、知识画报，赶快把里面的游戏填完，甚至积极的投稿啊，至少我是啦。然后呢，每天都在期待，这次会不会刊登我的作品？下个星期的周会呢，又会不会轮到我上台领奖？我相信很多80后、90后，甚至00后的朋友呢，都有一段共同的回忆。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呢，就是陪伴无数马来西亚小朋友成长的3人画报、知识画报的出版社的印刷商 Kenneth Lee from Dart Printing， 一印呢就印了30年的一个印刷商了。欢迎 Kenneth Lee。你好，你好。很多人认识呢这个3人画报、知识画报，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你还有在做更大的业务，也就是印刷行业。那从一本这个画报到服务各行各业的印刷行业呢，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你主要提供的是哪一种印刷的服务吗？我们的公司达印务有限公司呢，我们主要是做这个书本印刷、hypermarket 的这个印刷，主要是这2块了。那么出版社其实是政府部门比较多，还是私人机构？私人机构啊，私人机构都是以课本、书本、故事书为主，各种各样都有。那其实你小时候就是你的家庭就是做出版社的，那其实你有真正的去踏入出版社吗？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的踏入出版社，我只是看我的父母在旁边写写抄抄、写写画画、连稿，就这样罢了。我没有真正的插入进去过。这是什么契机让你进入印刷行业的呢？其实是一个很机缘巧合了，我进入这个行业，因为我本身是读金融的 ，banking 这一类的。就是我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我太太，那么就这么巧，我的岳母是做印刷，那么我们家族也是做出版的，那么回来之后就商量 OK 了，我试试看啦。那么我就有去我岳母的印刷厂学了2年，什么都干了，觉得 OK 了，这个行业看起来还可以的，那么就 OK 了，就开始了。这么一路以来30年，那你觉得印刷行业来，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哇，这个其实一开始到现在都不断挑战啊，讲起来真的是不断挑战。不过我们94年成立，95年5月开始真正的运作。其实我们一开场运作的时候呢，就面对一个挑战，那时候呢就是这个纸张的挑战。其实我们一开场5月到12月这半年中间那个纸张新闻纸从400多美金一吨就跳到700多美金一吨，从700多美金一吨跳到900多美金一吨，可以试想了，那个纸的成本在半年里面是翻倍的。那么那时又刚刚建厂，各种各样东西都很紧张，资金也很紧张，员工也很紧张，所以那半年其实蛮难挨的。其实，那么就这样巧，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这纸行做，有一天他跟我说：“哎，朋友。”我不管你了，你找一笔钱出来了，我预备了一些纸张给你，几柜的纸张给你，你买下来，你一定要买下来。我就听他的话咯，就抽签，就把那几柜纸买下来，还租了一个画厂，才能够顺利的在足够原料的情况下挨过这半年。那么半年后呢，事情就开始软化了，纸张也开始足够了，价钱也开始回软，那么才挨过这一个，这是建厂的第一个挑战，可以讲是马上的挑战。所以当时候的所谓的书本啊，那些只要跟纸相关的项目都是在起价。其实不是，那时候特别紧张的是新闻纸，是报纸在起价，其他的纸其实影响不大。刚好那时候我们的产品是用新闻纸。这样在这30年，既然不断遇到挑战、困难重重，有哪一次是让你想过，我要放弃了，我要尝试别的行业吗？没，还是坚持了下来啊？那又是什么让你坚持了在印刷行业坚持了下来？
大概2000年的时候，对印刷进来的时候是一个 booming 来着。那时候超市的那传单是很多很多，然后呢那种 annual report 也是很多，红包袋全部很多。受那短短的10来年，对印刷来讲是真的是一个 booming。书本课本也不要说了，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个什么 AI 啦，没有这个电没有电话啦，子书那时候书本也很好，每个人全部很好所以政府又鼓励人家多读书的时候，对。这么多年来，顾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顾客的改变主要是因为科技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做的超市的这个传单也开始慢慢在滑落，可以讲到现在都很少很少了。现在是打开一个电脑，打开一个电话，资料都跑出来，而且是即时的，这个是传单比不上的。还有比如说杂志嘛，尤其是娱乐杂志，可是现在娱乐杂志你根本比不上这个电话，电话一打开你是即时的，娱乐杂志来说1个礼拜前、2个礼拜前的消息，这个很现实的。那么比如说这 annual report， 以前还有 annual report， 一说你一个公司上市公司，它印起来真的是不得了的，可是现在根本不需要了，一个 CD 或者一个 USB 或者上网马上就看到，所以对印刷行业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哇，其实就是手机开始普遍，网络开始普遍。对，这样你觉得手机开始普遍了，很多人都用手机嘛，就是因为有网络，一打开手机就随时有可以看到娱乐新闻，可以读书。这样纸的出版社会不会逐渐被淘汰呢？不会的，书本是不会被淘汰的。10年前20年前很多人说书本会被淘汰了，可是到现在你还是看到书本还在那边。有一个时期了，你会看到书本的确在滑落，很明显的滑落。可是呢，近几年呢，在国外，尤其是欧美，书本其实是回升的。尤其是从这个0岁到12岁这个阶段，很多人意识到电话对小孩子的这个影响力。比如说以前可能5个 title 就可以印20千，现在可能变成10个 title 印20千。你会看到数量没有变或者甚至提升，可是那个 title 是多样化了。对对，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那个主题就比较多了对对，因为现在小孩子的这个接触的东西也越多，就小时候就会英文啊、科学啊、数学，所以那个主题也比较多，数量是没有减少啦。可能 2D 的现在书本可能变到 3D 去，你打开那本书 pop 起来很多东西你会看到这种变化了。这样人家说要转型嘛，纸张这个行业嘛，你一定要转型嘛。因为现在人家开始用电子比较多。那其实当时候你们怎么去找到你们的公司的一个定位？我觉得这个产品的素质了，要照顾好自己quality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也不能够怎样太大的转型。不过会有一些 constraint， 会有一些约束。比如说 MCO 时期呢，有一些印刷厂就尝试从这个书本的印刷转去这个褐纸的印刷。很多外行人看到大家都是印刷嘛，好像是同一个东西，其实它后面它的很多是不一样的。转不是不行，不过要一笔资金，一笔不同的人才去控制，不同的技术。对，不同的技术去 control。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其实是可以的。所以当下就要决定，要换不同的技术，要请栽培不一样的人才，栽培不一样的人，要加不同的技术进去。所以也是要有一个 costing 在的，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 costing。对，这样当时公司做了什么决定呢？就是有开始去找不一样的顾客群嘛？我们没有真正的踏入这个行业，没有，我们还是坚持在书本，就是把素质搞好，引入不同的这个 compliance。比如说我们会引入 ISO 9002或者是4001SMETA FSC 这一类的东西，帮我们公司把它系统化。这样讲到这个 ISO 就是很多的标准你的公司也是有很多，有 ISO 9001、14001，又有 FSC 就是证明你们的纸的来源都是会回馈，所以 reforestation 的嘛，然后包括 SMETA。这样其实很多传统印刷行业都觉得哇，这样多 compliant 其实是一个很挑战我这个普通厂，为什么当初你们会去接受这个挑战，去尝试说好，我就走 compliant 这个路线？其实当时接受这 ISO 除了这个系统化呢，一小部分的原因也是有顾客的要求，是一个原因了。其实这个 ISO 这个过程也要一个下一番功夫了。
因为你想象哦，什么都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记录不完全的，比较传统化的，那么 ISO 很多很多都是要你去记录起来，然后要 record， record 起来，系统化起来，要被 audit。被 audit。开始的时候其实蛮痛苦的，其实你习惯了之后，尤其是员工，甚至我们自己老板啊，从很 free hand 的，我要这样就这样，我要那样就那样，突然间绑着你要写下来，就是为了audit，你要写下来，你要记录下来，你要收集起来，蛮不容易的。一开始的时候蛮不容易，可是你一路这样走下来哈，你习惯了，最重要是员工习惯了，每个 job 都有记录下来，每个会都有开的会记录下来。当你习惯了之后，走下来之后，其实是 OK 的。这样你发现到之前有这些系统跟没有系统有什么不一样吗？有，最明显就是你要找资料的时候很容易就是说 traceability， 就是你要找的时候不像以前这样啊，你找不到，找不到，这个很容易。或者当你要就很有效率很多嘛。效率很多。你要对比的时候，或者你要对比这个 job 和3个 job，你要对比，因为有时候难免员工会犯错嘛。哎呀，这个怎么浪费这么多？你要对比回上一榜，其实很容易找回出来。什么？这是我来说值的价钱，以前没有记录的吗？说这样就这样，说那样就那样，就是用靠脑记着啊，对，不可能的，现在才知道是不可能的。那么要找回去，再找2年前、1年前，能够找回来，很容易的把它找回，这是好处了。就是有这些资料，你可以对比，才知道你要在哪里 cut cost 省 cost，增加你的 costing。对，这样刚才可能你讲到，你觉得印刷行业也无法怎样的去大转型嘛，对不对？所以 quality 很重要，质量本身。那你觉得一个行业的竞争力啊，它其实是来自产品本身呢，还是其实是那个企业背后的一套你的管理的系统？你没有管理的系统，你怎么做一个？你一定要有这个管理的系统，或者你的这个信念，你的信念啊，你的热忱啊，才会有这个 quality 跑出来呀。当然，你不能只是我有，也不能只是2、3个人有，要把这个东西推下去广啊，就是要你的人全部都跟着系统跑啊。其实很简单，你跟他们讲，他们慢慢会接受的。所以其实产品本身好，但是系统更重要。你系统去控制这个产品啊，就是 make sure 那个产品是它的 quality 是 consistent 的。因为你有这个系统，人会跟着系统，他能够跟了这个东西呢，他才能够生产这个好的东西出来。这样就回到你是这样去区分，其实我印刷的书本就跟其他的，或者我印刷 flyer 就是跟其他的竞争对手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的 quality 就是可以持续的 consistent 的。当你有这个系统过后，我只能够说，我有和没有系统的人会不一样。因为其实也是有不少印刷商，他们也发现了，也开始 apply 这个 ISO。我身边有几个朋友，他们都开始在做着，所以就慢慢发现，其实系统一开始是辛苦，因为我记得当时候你的员工很多都比较老成子，很多还是都是很传统的去记录啊，这些对他们的确是一个挑战。他们毕竟不是20、30岁的，他们都是老成子嘛，接近退休年龄，对。你要从手改去电脑，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要一番功夫。这样你当初是怎样去带领你的团队或者鼓励他们？慢慢哦，你不能一下子的，大家一起啦，大家一起做，慢慢的大家一起做，由我们开始，然后到由 top management 开始，对，是很重要。传下去中层，再传下去 supervisor， 所以过后每一个人都会跟着 SOP 跑，会跟着 SOP。所以现在他们都逐渐的已经习惯了，他们可以 feel 到其实系统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公司。这样好像 AI 可以帮人家做设计啊，做文案啊。其实 AI 的来临对你们的公司有什么影响？我相信了，有不少人认为说印刷是一个低技术的东西，肮脏。对，会不会说有些人觉得 AI 会取代你的行业？不是取代，是帮助。其实印刷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的。你可以想象吗？比如说这本书，你可以想象到吗？它是1个 mm 都没有跑，你可以想象1个 mm 的，或者半个 mm 的，它能够把它搞到半个 mm 都没有差距，就是它的距离什么，就是要很精细。其实印刷是一个很精细的东西来的，你跑到半个 m， 大家看到的，比如说这个盒子了，你那个食品的盒子，什么盒子都好，你放在超市，你这样看哦。它颜色接近了你要有很精细的这个 color code 这个机器去 control 这个东西，
它才能够做到。所以其实 AI 是反而补助了你们的补助行业。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机器以前的老师傅，以前印刷行业的确是需要很多老师傅，那么老师傅经验够，他做这个 color 的 registration 或者他做这个准位的 registration， 我们的确是很需要这种老师傅。可是到现在呢，比较先进的机器很多这种东西呢都已经被这种高科技去取代了。以前可能你印5000张要1个小时，还要靠师傅的经去验对版。对，那么现在5000张的 job 1个小时你可能印到2套3套，已经是很简单的事情了，不像以前。所以其实 AI 是补助我们，甚至现在你去参观这种比较大型的厂，你会看到很多 robotic， 比如说现在还有推 pallet 嘛，我们所谓的那个 jack 啦，那个 pallet， 是现在比较大型的厂已经是用那种 robot 去把那个纸张一个 pallet 印去印刷机，不用人手去 jack 那个 pallet， 机器已经代替了，或者从这个一个机器手，甚至他们有机器手把那些书本放在 pallet 上给员工准备去 packing， 都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会善用 AI 的印刷行业，反而就会取代不会善用 AI 的对，竞争对手。因为你可以对，东西更快，会有更有效率，然后你的 costing 会在长期来说啦会降低，因为你要先要出一笔钱去做嘛。那么在长期来说呢，其实是会把你的 costing 拉低的。So Kenneth，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中国的东西也是比较便宜嘛，为什么我要找本地的印刷商？倒不如我直接去中国找 supplier。比如说我啦，因为我主要顾客都是本地的出版社，本地出版社呢，它会有这个时间的要求，那么 troubleshooting 的要求，这个是国外做不到的。比如说他来一个 file， 通常会要求我们7到10天里面就要交货，尤其我们做超市的，可能你很大的数量都可能在10天里面要交完，这种东西国外是不可能的，一定是本地的印刷厂去应付的。你来一个 file 7天要交货，可以说是你来 file 隔天就要开机了。所以如果找外国的出版商印刷商，就未必可以达到他们要求。对，达不到的。如果那个印刷商是做欧美的就可以，因为一般上欧美的出版社会给你2个月、3个月。本地有一些2、3家很大型的印刷商，他们都是做欧美的单，他们一般上他们都有2、3个月的来应付这问题的。急的单呢，你跑不到外国去的，都是本地的在应付。也是主要是因为你们的公司也是设这本地的出版社。对，我们主要是做本地出版社、本地的超市为主，这种单是跑不到外国的。所以比起外国印刷商呢，你身为一个本地印刷商，你可以给到顾客不一样的经验是什么？在 operation 方面呢，通常他们是先来 file 嘛，当我们一打开那个 file 一看到问题呢，我们就马上一个电话去校对这个呢。如果真的电话解决不了，我们还可以驾辆车过去，就面对面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是 customer experience 取代不了的。取代不了的。这样很多人说，印刷行业跟环保扯不上什么关系，因为毕竟用纸张嘛，跟 ESG 扯不上什么关系。那你怎么去解释？印刷其实是跟这个环保很有关系的，比如说印刷总会产生那种肮脏的水，甚至有些会肮脏的空气，就是有 chemical 然后有那个 gas， 这种东西是多20年前是大部分厂家都不理的，那时候也没有人去理了，也进生产进口区。可现在不行，当我们去知道了之后，这种东西对整个环境的影响，你会怕的，因为不是我们这一代嘛，你还有下一代啊。那么现在肮脏的水呢，我们那边有2个做法，我买了一个机器，它把那个肮脏的水呢蒸发掉，那么剩下一些残渣呢，我们就会找那种有 license 的、有执照的公司回收回去，那么他就会把这种肮脏的东西拿去处理。如果是还有肮脏水，我们机器是处理不来了，处理不及了，那么又有另外一种卫生部认证的这个回收商，就把这种水回收回去，他们解决了，我们还要付钱给他解决。空气呢，我就做了一个 Scrabble， 那个 Scrabble 贵了，我们的肮脏的空气呢，就通过那个 Scrabble 把不好的东西全部割掉。那么怎么样去肯定这个东西是被割掉呢？就找一些被认证的检测公司，他们就会把那个出去的空气收集起来去这个验证。
那么验证的那个的 report 呢，你要呈交给这个 MOE 环保部给他去看。其实印刷行业不是只有在 recycle 纸这么简单。其实 recycle 纸是最简单的因为 recycle 纸呢，我们就要收集起来，有回收的拿去卖掉，这最简单的。难的是处理肮脏水和处理肮脏空气，对，这两个才难。所以企业责任反正是在环保扮演很大的角色。很大。当你想到这种东西继续下沟去，其实你会怕的。对，就会影响到我们下一代的环境。对，这个是很多人是看不到的东西。以前看不到了，现在越来越多人看到了。Kenneth， 很多人都会觉得印刷行业是夕阳行业，你赞同吗？基本上我是不赞同了。书本几千年的东西都存在着，没这么容易被取代了。书本一定会存在的，因为人一定要读了，去读去写，你东西才会进来。就是会要有实在 physical 的 book 上。对对，你放一个 pad 在那边，只是看，你进不到脑了。你要写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记脑。尤其是国外了，国外比如讲芬兰了，一个小比例，一个芬兰，他们其实是倒回去了。0到12岁其实倒回去了。他们以前认为说 pad 这种东西是好的，其实他们回归书本，尤其是给青少年回归书本，让他们去多看多写，倒回来了。电子就是有，但是那个书不能完全被取代。在学习的就是 journey 里面，青少年还是要有书本，要去看真正的书，要去学写字。只是可能那个 topic 不一样，以前可能从 2D 的方式，现在变成 3D， 比较美一点比较活化，去吸引儿童。quality 要有所以 quality 那时候就很重要。对，那么可能20千个quantity，以前是5个title，现在可能10个title， cover 的这个东西也多了。所以其实它是要更加创意化，而不是说会完全被取代。所以印刷的那个内容就要更加创意，东西要比较不同啦，更加不一样。对对。好，那么如果今天有一位年轻人，他进来你的印刷厂，他要当学徒，你觉得他首先要学的是什么？一般的厂了，我们讲一般的厂了，它一定有2个主要的支柱嘛，一个是 production， 一个是 sales and marketing。对我来说呢，可能我比较传统吧，你一定要先去弄肮脏的手，就要先从 production 开始学起。你一定要先了解它整个这个生产线啊，你了解了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当你转去做 sales and marketing 的时候，你才能够去说服你的顾客，因为你已经明白了整个 process 是怎样，更加了解这公司。你连内部的东西生产怎么样生产出来，怎么样做出来，怎么样去照顾它的 quality， 怎么做得更好都不懂的话，你怎么样去说服顾客？不可能的。现在你一定要懂那个 file， 你不用跑到很精，可是你一定要懂。你不需要去跑机，可是你一定要懂这个东西怎么样操作，怎么样做到更好，这是必须的。出到去呢，你能够跟顾客说，我有这个设备，我有这个设备，我有这个 capacity， 我可以跟你做到什么东西，你才能够跟顾客说我可以做到什么。而且其他技术人员如果是做错，也知道是哪里会做错问题对，能够解释到我这个部分错了，很坦白的说是我错了，我重做给你，因为这样讲，你能够回答。那如果今天你的孩子跟你讲，爸爸我要创业啦，你觉得他应该先具备什么条件？不要跟我拿钱不要跟你拿钱他首先他要先会自立了。我觉得基本上他应该要懂自己要什么嘛，他自己有一个方向，胆子要大了，那么心就要细了。你心要细，可是有时候真的要敢去，不然做不到的。站在门口，你不踏进去，还是站在门口啊？站在门口的时候，你想过、算过，是有50%的，其实就具备这个条件去跨进去。所以你还是会鼓励他去创业，只要他有兴趣了，对，他只要知道自己做什么。他最重要，他自己有没有这个兴趣？他没有兴趣，你硬教他，其实对这个很重要，而不是说现在很多人都在创业，那我要跟风创业啦。这个就不需要啦。好，可以，谢谢 Kenneth 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的时间，谢谢你。好。